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你每天都在努力保持正向，读了这种励志书籍，甚至建立了完美的晨间习惯。但奇怪的是，尽管你好像做对了所有事，内心深处却还是觉得超级心累。其实啊，这可能是一种有害正能量带来的倦怠感。我们往往拼了命的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却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可能在暗中搞破坏，一点一点消耗着自己的心理健康哦。心理治疗师 Amy Morin 提出了一个超级精准的比喻。你想想看，如果你每天在健身房里狂做深蹲、疯狂举重，试着练出强壮的肌肉，但一走出健身房就立刻去大客炸鸡配全糖珍奶，那你的重训会有效果吗？绝对大打折扣，对吧？ Morin 告诉我们，试图建立强大心理素质的同时，却改不掉有毒的坏习惯，这就跟一边重训一边狂吃垃圾食物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欢迎来到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心灵健身房，彻底拆解 Amy Morin 这套超实用的心理韧性框架。我们今天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看看那些高效能人士到底是如何把大家眼中以为天生注定的静态特质，翻转成一种充满活力，而且绝对可以透过后天高度训练培养出来的动态技能。为了有系统的锻炼这块心灵肌肉，我们今天会沿着4个大方向来进行。首先是打破心灵肌肉的迷思，接着进入觉察阶段，戒除垃圾食物，再来是观点重塑，认识双向控制点，然后是行动实践，夺回自主权。最后一步就是迈向成长，把心理韧性变成你的动态技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走的训练蓝图啦。好，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部分，心灵肌肉的迷思，为什么光是增加好习惯，其实根本不够？接着进入第二部分，觉察，这一步非常基础，也就是要来高阶诊断并识别出你专属的心理垃圾食物。要做到有效的自我觉察， Morin 强调，心理韧性其实是有3个超具体的支柱撑起来的，也就是监管你的思维、管理你的情绪，以及执行建设性的行为。我们必须像个严厉的守门员一样，时时刻刻盯着这3道防线，确保我们宝贵的心理能量没有被偷偷吸走。那这些会吸走能量的漏洞到底是什么呢？魔人列出了几种超有破坏性的行为模式，大家现在可以偷偷自我反思一下哦。你有没有不自觉地陷入自我怜悯？这真的会完全卡死你想解决问题的脑袋。又或者是你会不会因为焦虑跑去试图控制根本无法掌控的事？这简直就像对着天公大吼叫他不要下雨一样徒劳无功嘛。只要沾上这些行为，你的心灵肌肉绝对会开始慢慢萎缩。接下来是第3部分，观点重塑。我们要来看看怎么把认知行为疗法和斯多格哲学结合在一起，主动重构我们的信念。斯多格哲学常常教我们要去区分能控制跟不能控制的事。在这里 Morin 提到了一个超棒的概念，叫做双向控制点。简单来说，如果你觉得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那你肯定会陷入极度的焦虑和自责。但反过来说，如果你觉得千错万错都是大环境的错，那你就会变成受害者，产生习得性无助。所以抓到那个平衡才是王道。当你承认成功或失败都是个人努力加上外部环境共同造成的结果，这真的能瞬间给你超大的心理弹性啊！现在这部分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内心强大的人到底是怎么看待失败的呢？你看这句话，他们完全不会把失败当成是对自我价值的否定，而是把它降级成一个客观的、毫无感情色彩的数据点。没错，就是一个数据而已。他只是在告诉你，原来这条路行不通，然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客观的数据点继续去测试，继续去迭代学习。第4部分，行动实践，也就是无论你现在的情绪状态如何，都要在现实中执行建设性的行为。真正强大的心理韧性，是要求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能迈出建设性的步伐。我们来看看怎么从日常对话中把主导权抢回来。看左边，当你说我今天必须加班，你其实是在把自己当成受害者。现在试着做个小小的认知大转弯，换成右边的讲法，我选择加班，因为我想把这个专案做好。你看，
仅仅是把必须换成选择，你就能瞬间画出情绪界限，把人生的方向盘重新握回自己手里。除了换个说法，我们还得学会面对风险。内心强大的人不是什么都不怕，而是他们懂得怎么冒计算过的风险。下次如果你又犹豫不决，不妨套用这个简单的3步滤网。第一，客观评估一下成本跟效益。第二，勇敢直视恐惧，问问自己最坏的情况到底会怎样。第三步，老实说这招最有效，问自己这件事在5年后还重要吗？这句话一出来，通常就能马上帮你平衡情绪跟逻辑，做出最理性的决定。在实际行动上，还有一个绝对关键的行为转变。遇到无法掌控的人事物时，我们真的得停止那种无谓的控制欲。相反的，我们应该把所有宝贵的精力100%严格的集中在我们唯一能掌控的东西上，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试着用发挥影响力来取代强硬的控制，这才是真的把能量用在刀口上啊。最后第5部分，成长与深化，我们要来谈谈怎么在现实中培养这种动态的心理韧性。所以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大家可能会以为发明这套理论的人，人生一定顺风顺水吧？错了，完全相反。Amy Morin 是在接连遭遇失去母亲和丈夫的巨大创痛后，从现实中硬生生淬炼出这套框架的。这直接打破了有些人天生就是比较坚强的迷思。请千万记住，心理素质是一种高度可塑的动态技能，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静态特质。就像肌肉一样，只要你愿意花时间练，它就一定会变强大。如果你想彻底解锁自己的潜能，成为顶尖的高效能人士，这其实是一场一辈子的马拉松。它需要我们维持长期的承诺，持续不断、毫不留情地把那些会吃掉你能量的负面习惯、怨恨通通砍掉。透过这种持续一致的自我调节，我们不仅能撑过人生的大风大浪，更能保持长期的心理稳定，维持超高水准的表现。好了，今天的解析就到这边。我想把球抛回给你们。既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心灵的重训绝对不能配着垃圾食物吃，那么请大家诚实地问问自己，就在今天此时此刻，你决定要从你的心灵菜单里狠下心戒除哪一项心理垃圾食物呢？是偷偷自怜，试图控制一切，还是逃避改变？勇敢踏进你的心灵健身房，做出选择，今天就开始行动吧。